随着漫威电影宇宙作品的不断推出，再加上故事规模内容的不断扩大，相信不少小伙伴都对目前漫威电影宇宙角色的具体战力情况很感兴趣。所以我特地回顾了之前的一些作品，整理出了以下一份榜单，而榜单中只包括了目前确认存活的正派角色，以便大家能更好的了解目前漫威角色大致的情况。那么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正片。15. 金刚狼和死侍，肉体凡胎的天花板，拥有极其变态的再生能力，可以不要命似的跟对手死磕，同时也还有着精湛的近身格斗技巧。综合起来，相比美队、黑豹等近战格斗角色，那是遥遥领先。14. 战争机器，作为科技强化的代表角色，战甲上这一身火力装备可不是盖的，吃完一梭子就算不死也得掉层皮，而且战甲还能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换代升级，可以说这种装甲类角色永远都不会过时。13. 毒液，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毒液不是索尼的吗？怎么也算进漫威里来了？这就要说回到毒液2的结尾彩蛋了。可以看到艾迪也受到了多元宇宙对撞事件的影响，从而被带到了漫威电影宇宙来。电视上也出现了荷兰弟蜘蛛侠的新闻报道，也就是说毒液未来将会出现在漫威电影宇宙中，自然也能算进这份榜单里。那关于毒液的战力，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除了惧怕高频声波及火焰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短板，甚至还能充当一件强化装备来使用，可以让宿主的战力更上一层楼。12. 蜘蛛侠，作为漫威的当家一哥，小蜘蛛的战力还是在线的，再加上荷兰弟版的蜘蛛侠还有着高科技装备加持，总体实力是肯定要比其他前辈要强的。另外也别看蜘蛛侠年纪小，但他也算是目前漫威里的老人了，未来肯定要靠他来带领这些新人复仇者的。传言蜘蛛侠4电影已经在筹备中，荷兰弟也将再度回归。11. 幻视，刚出生的幻视可谓是出场即巅峰，还有着心灵宝石加持，能够轻松吊打一众其他角色，虽说在后续剧情中对他有着不小的削弱，头上的心灵宝石还没了，甚至沦落到被拆解的悲惨地步，但好在后续他又以白幻视的形态复活归来，并且也重新解锁了曾经的记忆。尽管最后白幻视不知所终，但他最后肯定是会回归复仇者联盟的，而最大的可能就是以少年复仇者的身份重新回归。在惊奇队长2的片尾彩蛋中，我们也能看到卡马拉已经学着尼克弗瑞的样子开始秘密召集少年复仇者了，所以我估计新生代的少年复仇者联盟也离我们不远了。第10. 浩克和女浩克，作为曾经复联的顶级战力，浩克终究被后浪给拍在了沙滩上，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只能勉强跻身排行榜前10，未来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排名还可能进一步降低。而因为浩克的血液而变异出的女浩克，她的能力以及各项数值都和原版浩克相差无几，所以处在同一位置。9. 蚁人，小可钻盔甲从内向外攻破，大可一脚踩死敌人。虽说蚁人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魔法，但他单凭自由放大缩小这一项功能就足以胜过大部分角色。8. 上气，有着神龙之力加持的上气能够一招秒杀噬魂魔龙，并且他手上的十环也是能与无限宝石相媲美的神器，不仅能给人带来强大的力量，还能给予持有者长久的寿命。不难相信上气在后期将会成为新复联的中坚力量。7. 永恒族伊卡瑞斯，永恒族这个种族本身就是由天神族所创造，天生有着强大的超能力，而伊卡瑞斯则是这些永恒族当中的最强者，有着高速飞行能力，并且能从眼睛里射出强烈的宇宙能量光束。另外在永恒族团队中还有着改变物质结构、高速移动、控制思想等超能力者，也算是一支配置齐全的小队了。6. 术士亚当，亚当是由大祭司阿耶莎所培养出的生命，拥有全宇宙最完美的基因，在设定上原本是比鲸队还要强悍的存在，结果电影中的亚当却是个早产儿，因而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呆。但是在电影中我们已经能看到他表现出的超凡战力，无视真空、超高速飞行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标配。甚至在漫画中，亚当还因为力量失控而摧毁了整个宇宙，后面还被漫威至高神明 OAA 任命为裁决之神生命法庭，成为了仅次于 OAA 这类编剧级角色的存在。5. 加雅，经过强化后的加雅拥有了众多超能力，浩克的力量、绝境病毒的再生、螳螂女的心灵控制等等，就连惊奇队长的能力他也运用自如，可以说他的实力绝对是顶尖的。但他毕竟和人类不是同一种族，如果他站在复仇者的一方还好，万一他要是帮着斯科鲁人对付人类，那将是一个不小的麻烦。4. 惊奇队长及其他2位小迷妹，鲸队自从获得能力之后就承担着维护宇宙和平的责任，在复联4里我们就能看到他能直接硬刚灭霸，而最新的惊奇队长2电影则又给我们展示了他那强大的力量，甚至于能与太阳比肩。哈拉星的太阳就是由他所破坏，又被他重新激活。他的小迷妹卡马拉在集齐2只手环后也有了宇宙级别的力量，比如将物质具象化，用手环吸收能量等。
最重要的是，他的这2只手环能够打开宇宙跳跃的节点，这是其他人都无法做到的。至于第3位惊奇女士莫妮卡，她能将自己的身体虚化成光，以躲避敌人的攻击。最 bug 的是，她还能吸收无限的能量为自己所用，与上面的手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3. 奇异博士。在旺达寻亲记的结尾，奇异博士已经觉醒了第3只眼，这只眼睛可以看穿世间万物的真相与灵魂，代表着奇异博士的战力又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而且奇异博士还有着更大的成长空间，为山地之书、黑暗神书等魔法书籍上所记载的魔法，都能让奇异博士掌握无与伦比的力量。在动画剧集《假如》中，黑化后的至尊奇异博士甚至能够毁灭一个宇宙。2. 雷神。由于阿斯加德人本来就是年纪越大实力越强，再加上索尔一路上经历了这么多事，身体心灵都得到了磨练，所以他目前的战力绝对配得上这个排名。而且索尔还有被动技能响跌，瞬间又能爆发出无穷的潜力。1. 神洛基。随着洛基第2季剧集的播出，我们也见识到了洛基的成长。在第2季的结尾，洛基登上王座，成为了遗留之基，掌控着所有时间线。其他那些什么奇异博士、雷神之类的，对于现在的洛基来说，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是目前漫威电影宇宙当之无愧的最强战力，只在导演编剧之下，在其他角色之上。另外，我在回顾洛基第2季时还发现，洛基的扮演者汤姆希德勒斯顿已经升职当上了监制，这也变相说明洛基说不定还能突破编剧的限制，真正做到随心所欲。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制作盘点不易，还请多多点赞支持。